迎接新成员，台湾0到1岁新生儿疫苗接种时程，保护你的小宝贝。正24小时内应紧速接种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1剂。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是一种用于预防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产品，特别是在有高风险感染的情况下，如新生儿可能从母亲那里获得 B 型肝炎病毒时。这种免疫球蛋白含有对抗 B 型肝炎病毒的抗体，能够短期内提供立即性的保护效果。出生24小时内应紧速接种 B 型肝炎疫苗 Hepatitis B 第1剂。B 型肝炎疫苗 Hepatitis B vaccine 是用于预防 B 型肝炎病毒 HBV 感染的重要公共卫生措施之一。在台湾，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规定，B 型肝炎疫苗的接种是新生儿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从出生之初就防止 B 型肝炎病毒的传播和感染。出生满1个月应接种 B 型肝炎疫苗第2剂。B 型肝炎疫苗接种计划第2剂。接种时间点，根据台湾现行的疫苗接种指南，第2剂 B 型肝炎疫苗应在新生儿出生后满1个月时接种。接种目的，这一剂疫苗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对 B 型肝炎病毒的免疫反应，继续建立婴儿对 HBV 的长期保护力。首剂疫苗提供了初步的免疫保护，而第2剂则进一步增强这种保护，确保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记忆更加牢固。接种方式，疫苗通常以肌肉注射的形式给予，注射部位多在婴儿的大腿肌肉中。后续接种，在完成第2剂疫苗接种后，婴儿还需要在出生后6个月时接种第3剂 B 型肝炎疫苗，以完成整个疫苗接种计划并确保长期免疫保护。出生满2个月应接种13价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第1剂。13价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CV13 是一种用来预防由肺炎链球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引起的多种感染疾病的疫苗。肺炎链球菌可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肺炎、脑膜炎和败血症等。PCV13 能够对付13种最常见且最可能引起严重疾病的肺炎链球菌血清型。出生满2个月还应接种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杆菌及不活化小儿麻痹5合1疫苗第1剂。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杆菌 HIB 及不活化小儿麻痹 IPV 5合1疫苗是一种综合性疫苗，旨在预防以上提到的5种疾病。这种疫苗为台湾婴幼儿提供了对多种疾病的保护，有效减少了婴幼儿感染这些疾病的风险，并降低了因这些疾病造成严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建议，5合1疫苗的第1剂应在婴儿出生后满2个月时接种。这项疫苗接种计划旨在利用婴儿的早期时期来开始建立对这些疾病的免疫防护。出生满4个月应接种13价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第2剂。第2剂 PCV13 应在婴儿出生后满4个月时接种。这一剂疫苗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肺炎链球菌的免疫反应，进一步建立对这些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的病原体的保护。第2剂疫苗有助于巩固初次接种带来的免疫保护，并确保婴儿体内产生足够的抗体来对抗感染。同首剂疫苗一样，第2剂 PCV13 通常通过肌肉注射的方式给药，注射部位一般是婴儿的大腿肌肉。在完成4个月时的第2剂接种后，婴儿还需要在12至15个月大时接种第3剂，以完成整个疫苗接种系列。出生满4个月还应接种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杆菌及不活化小儿麻痹5合1疫苗第2剂。依照台湾目前的疫苗接种计划，5合1疫苗的第2剂应在婴儿出生后满4个月时接种。第2剂疫苗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上述疾病的免疫反应，进一步建立长期的免疫保护。这一剂有助于巩固由首剂疫苗开始建立的免疫基础，确保婴儿对这些疾病有更强的保护力。此疫苗通常透过肌肉注射给药，注射部位多在婴儿的大腿肌肉中。在完成4个月大时的第2剂疫苗接种后，
婴儿还需要在6个月大时接种第3剂，以及在后续的月龄按计划接受加强剂，以确保长期的免疫保护。出生满5个月应接种卡介苗 BCG 1剂。台湾的卡介苗接种计划是根据结核病的预防需要来设计的，旨在保护新生儿免受结核病的感染。BCG 疫苗是一种用来预防结核病的活疫苗，对于防止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感染结核病的严重形式，如脑膜炎和播散性结核，具有重要作用。BCG 疫苗通常透过左上臂的皮内注射给药，接种后通常会在注射部位留下一个小疤痕，作为接种成功的标记。BCG 疫苗能够显著降低婴幼儿因结核病引起的严重健康问题，尤其是对于脑膜炎和播散性结核的预防效果最为明显。出生满6个月应接种 B 型肝炎疫苗第3剂。在台湾， B 型肝炎疫苗的第3剂通常建议在婴儿出生后满6个月时接种。这次接种是基础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婴儿对 HBV 的免疫保护。第3剂疫苗的接种旨在完成初期免疫程序，确保婴儿对 B 型肝炎有足够的抗体保护，从而降低未来感染 HBV 的风险。透过这3次接种，可以为婴儿提供长期的免疫保护。完成 B 型肝炎疫苗的3次基础接种后，绝大多数接种者能够获得对 HBV 的长期免疫保护。这项免疫保护能够显著减少因 B 型肝炎病毒引起的急慢性肝病及肝癌的风险。出生满6个月还应接种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杆菌及不活化小儿麻痹5合1疫苗第3剂。根据台湾目前的疫苗接种指南，5合1疫苗的第3剂建议在婴儿出生后满6个月时接种。这次接种是基础免疫系列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和延续早期接种提供的保护。第3剂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婴儿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反应，巩固先前接种疫苗所建立的免疫基础，并延长免疫保护期。与前2剂相同，5合1疫苗通过肌肉注射给药，注射部位通常选择婴儿的大腿肌肉。透过完成5合1疫苗的3剂基础接种，婴幼儿能够对上述疾病获得长期的免疫保护，这对于防止这些疾病在儿童中的传播及降低严重健康后果至关重要。出生满6至12个月，可每年10月起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第1剂。初次接种需隔4周再接种第2剂。季节性流感疫苗是用来预防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一种可以导致严重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对于婴幼儿来说，流感不仅可以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住院或死亡，特别是在6个月到5岁的幼儿中。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建议，所有6个月至5岁的幼儿应每年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以保护他们免受流感病毒的感染。对于首次接种流感疫苗的婴儿，建议在出生满6个月后接种第1剂疫苗。如果是首次接种，通常需要接种2剂，2剂之间至少间隔4周。季节性流感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降低因流感导致的医疗就诊、住院和死亡风险。疫苗的保护效果因年份和流行病毒株的匹配程度而异。出生满12个月时，母亲若为 B 肝疫抗原阳性的宝宝，应抽血检测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体。在台湾，针对母亲为 B 型肝炎疫抗原 HBAG 阳性的宝宝，卫生主管机关特别重视其 B 型肝炎病毒 HBV 的感染风险，因为 HBAG 阳性的母亲垂直传播给婴儿 HBV 的风险较高。为了确保这些高风险婴儿能够获得适当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推荐在宝宝出生后满12个月时进行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体的检测。B 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用于确定婴儿是否已经感染了 HBV。HBsAg 的阳性结果表示目前有 HBV 感染。B 型肝炎表面抗体检测用于确定婴儿体内是否已经产生了对 HBV 的保护性抗体。Anti-HBs 的阳性结果表明婴儿对 HBV 具有免疫力，
这通常是由于接种了 B 型肝炎疫苗并成功产生了免疫反应。